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苏森，欢迎来到 Garden 365新西兰生活频道。每年呢，我都会种几颗草莓，但是呢，一直种不好，不是被虫吃了，就是被鸟啄了，要么呢就是长畸形了。总之呢，心思没少花，但是呢，结果并不理想。今年呢，我尝试着把草莓种在小的容器里，放在袋壳上，结果呢，比想象中的要好。今天呢，我就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。我准备了2个牛奶罐，把它剪开，还有2个大一点的酸奶桶。我把它们放在阳光棚下，不会被雨淋到。为了袋壳上能更干净，不会有土，我下面呢都没有打洞。我用小的罐子来举个例子，在罐子里呢放一半种蔬菜的营养土，然后放一点羊粪，然后再加一些营养土，把它搅拌一下。这些羊粪释放的肥料会满足草莓生长前期对氮肥的需要，让叶子长得更健康更大。这时候我们先不要考虑淋钾肥，因为我们不希望它叶子还很小，还没有长开就开始开花。我特意买了4种不同品种的草莓，想看看它们种在容器里会不会有什么差别，哪一个品种会长得更好。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种草莓苗了。大的酸奶桶种起来还算方便，小的牛奶桶由于口径太小，就需要点耐心了。我们尽量的把根须的周围都塞满土。草莓不能缺水，缺水了呢会影响果实的膨大。像这种小的没有孔的容器呢，在夏天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，但前提条件是不要淋到雨水，以免积水。刚移完的草莓苗，它的根还没有长好，我们浇水的时候要从盆子的侧面观察一下，千万不要有积水。草莓喜欢充足的日照，白天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移到阳光好的地方。我们买苗的时候，有一些苗已经开始开花了，我们要把这些已经开的花全部剪掉，因为这时候呢根还没有长好，这些花只会消耗养料，结的果子也不会好。刚刚移苗的前2个星期，草莓最主要是长新根、长新叶来吸收养分和进行光合作用，所以我们不用着急让它马上结果。容器的体积很小，为了草莓能够更好的生长，今年呢我尝试了一种钾肥硫酸钾，它的钾含量居然高达41。钾肥不但可以促进根系的生长，还能够让草莓的甜度更高。大家买不到这种钾肥也没关系，我们自己做的香蕉皮肥就是很好的天然钾肥。浇水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加一些香蕉皮的肥水，浓度淡一点，每次浇水的时候都可以稍微加一点。20天过去了，草莓已经开始挂果了。今天我就要给它追加一些钾肥。我买的这个钾肥是颗粒状的，我就离开根部一点距离，把它埋在土里。随着我们浇水，营养成分会慢慢的渗透，被根部吸收。小的罐子就没有地方埋了，我就把肥料用水化开，用浇水的方式给它追肥。化开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沉淀的呢是一些矿物盐粒，漂浮在水中的呢是粉碎的海藻颗粒。
新西兰许多品种的有机肥都加了当地的海藻，可见海藻是非常好的肥料。为了果实的形状好看，我们需要给它人工授粉，这样就不会因为授粉不均长出畸形果了。40天过去了，我们来看看这4盆草莓的生长情况。这棵一个花序上结了3个果子，果子的形状还算均匀，虽然不是很大。这边也有2个，这样第一批花2个花序一共结了5个草莓。让我们从侧面看看桶里的情况。由于桶里的湿度大、养分足又透光，已经长出了绿色的苔藓。小的罐子草莓的根须的走向也是看得清清楚楚。让我们再来看看大盆小盆有什么区别。从叶子的大小、颜色和健康程度上来看呢，在目前这个阶段，大盆和小盆的草莓没有任何的区别。果实的大小区别也不是特别明显，说明只要养分足、阳光足、合理浇水，草莓也能在小盆子里长得很好。我是在每天傍晚给草莓浇1次水，浇水的时候尽量避免不要浇到花上，这也是形成畸形果的一个原因。在傍晚浇水也有利于草莓在夜间膨大果实。浇水量我们可以从桶的侧面观察，全部湿润，但是底部不要有积水。经过这次尝试，我发现了盆栽草莓有很多优点。它防虫、防鸟、易管理，果实悬挂在桶的外面很干净。而且放在袋壳上也是一道风景，很好看，很美观。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也喜欢，非常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